最近有这么个事情，跟我说挺进地牢出手游了，王国元气骑士一定要试试。什么玩意？元气骑士大家不陌生，在肉鸽弹幕手游里那绝对数一数二。那这个挺进地牢啊，你千万别好奇，随便一搜。可不敢胡说。但这游戏是真有东西，16人上线到现在依旧好评如潮，底下玩家呢动辄1-2000小时，几百小时的玩家更是数不胜数。而且非常巧，这时隔8年，这8月30号居然官宣出了正版手游，而且这 PC 端憋了8年都憋不出来的在线联机，他手机做出来了，还得手机爹出手，这下不得不玩一下了。这边进来开局，目前总共4个角色可以选择：海军陆战队、飞行员、罪犯，还有个猎人。每个角色都自带不同的道具，咱们直接选一手这个海军陆战队开始。这被动道具有较高的枪械精准度以及装弹速度，一看就是个打枪老手。这边教程关卡，左边摇杆移动，右边射击位移键。玩过肉鸽弹幕游戏的玩家应该都能秒上手。本来寻思这教程关卡就多此一举，毕竟元气骑士都被我把玩这么多年了。结果他上来叫我搬桌子，给我看懵了，可以在枪战中当掩护，这么真实吗？我抬个桌子寻思挡个子弹，结果小怪也跟着抬起来，你也过了教程关卡。然后还有这个空包弹可以用来消除弹幕。地图间有这个传送装置，可以互相传送，节约玩家时间。真人这种游戏玩法，反正就进入各个随机房间探索打怪，东摸一点西找一点。但就这么个像素地牢游戏，它非常讲究射击，还有弹夹，你得换弹。虽然我的初始武器无限子弹，但是一个弹夹只有10发子弹，我非常的烦躁，每次射的正起劲，他给我换弹，搞得我像个尿不见的老邓。我寻思不行，不顺手，这不打开宝箱开了个粘性十字弓，装弹时弩箭会爆炸。我一看子弹数量100发现在不仅要换弹，子弹还有限制，用完没补充直接报废。但是没事，一样能把玩这个第一关的 BOSS。你就看这俩子弹头小子长得跟小怪一样，就知道没啥攻击性。别看我就一滴血，无所畏惧，边缘 OB 先探虚实。就这子弹稀疏的，那能叫 BOSS 吗？这不妥妥精英怪吗？空想弹一清，小身法一扭，可以看到咱们这武器打 BOSS 还算效力的啊！换弹的时候还能炸一下，哟，这倒一个，另外一个还回血，不过问题不大，直接拿下。我这搞得不无伤，还有奖励，胜利子弹，每层无伤 BOSS 都有额外奖励，可以加一点血量上限。好东西啊！到第2关开始我发现这游戏除了枪械，还有各种奇葩物品，比如说这甘草手榴弹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你如果丢到这个商店老板手里，那直接把商店老板给魅惑了，东西直接顺走，太行了。但你如果在店里开枪明抢，那不行，老板直接暴走，差点给我人都打死了。一脚给我踹到外屋去了，再回去已经人去楼空，人家生意不做了，有脾气呢。除此之外，道具还有分身、隐身，但最让我看不懂是个桌技，就你带上桌技，你翻桌子有技能了。我带上这个桌技空想弹，在我掀桌子的时候可以清空场上弹幕，这有桌子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无敌领域，翻一张桌子清个屏，翻一张桌子清个屏，直接把玩这些小怪。但说实话，这游戏我掉血最多的还不是在小怪身上，这地图到处都能互动，说人话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死法，可能掉沟里摔死，也可能被打爆的油灯烧死，或者不小心会被掉落的吊灯砸死。本来用来治各种小怪的玩意，我倒是通通尝了个遍，真的是小馋猫了。不过这宝箱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？当然也不全是陷阱，地图中还有不少隐藏奖励地图，一般需要用子弹翻进墙缝，这样空想弹把道路打出来，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。当然游戏最精彩的还得是这各种枪械融合，比如说眼前这个宝箱开出来的洛克手炮非常的普通，伤害也非常的一般，就算蓄力攻击那也是徒有其表。但是我在后面的关卡找到了可以跟它融合的照相机，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两人搭上关系，但是确实加强了洛克手炮，蓄力可以时间静止，一下就变成控制神器，这不得给小怪秀的头皮发麻。再比如我这开局在红色宝箱中拿到充满仇恨的霰弹枪，伤害已经够高，但是如果再捡到爱之霰弹枪，这又爱又恨一搭配，秒变双持武器，恨之霰弹枪输出爆炸，爱之霰弹枪可以控制敌人，双持直接无脑清图。还有我手里这把颅骨喷射器加脊椎 K47的搭配，直接把一个颅骨变成3连颅骨。打这第4关 BOSS， 我直接朝他嘴里哭喂，脑壳都给他射穿了，直接无伤拿下，非常顺畅。反正就各种融合枪械那是多的不得了，而且不懂搭配也不用你特地查攻略，右边这个社区 Wiki 点开就能查看这把枪械可以进行组合搭配。除此之外，这次手游还和这个妹妹羊联动了，开局就可以在雕像获取妹妹羊的变身。初始武器是一把近战武器，可以清除反弹子弹，顺带进行远程攻击。前期清图缩怪好死的不行，当然这游戏能让玩家游玩几千个小时，深度肯定不是蓝某人这几分钟视频能说得完的。光几种武器道具搭配就够研究好长时间了，更何况还有隐藏关卡、隐藏 BOSS 需要你集齐不同的道具解锁。总而言之就是可玩性非常之高，而且作为买断制手游，一顿早饭钱就能完善，确实不错。